你有2个时辰，能不能活命，全看你能不能给大殿下留下种了。哼！你就是大殿下？就算过落魄如斯，也轮不到你个女人来嫌弃过我。你做什么？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不是只有2个时辰吗？就你这副身体，还要2个时辰？你不要命了？锁骨沟，他们竟然对你用这种刑！看什么看？现在知道害羞了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你现在这个身体，女上位，你吃不吃得消啊？滚下去！你干什么？我是个大夫，见死不救，我是做不出来的。而且一次就怀孕这种竖屏剧里的剧情，现实中是很难发生的。什么竖屏剧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侯府家的2小姐，什么时候会艺术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话还挺多的。我是他输出的姐姐，叫燕未迟。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这副身体，我不把它养好了，怎么日久生情吗？不知廉耻。嘘，现在是我说了算。殿下，殿下你轻点啊！殿下，殿下你别戳我那儿啊！殿下，殿下你好坏啊！殿下你好坏啊！殿下，废太子临死了都要做个风流鬼，这下可以去相府复命了。殿下你好坏呀！你怎么？我怎么能动是吧？你以为你偷偷给姑下毒就能控制我？告诉你，本太子染上寒蛊之毒，你给我下的毒都成了我体内寒蛊之毒的果腹之物。你放开我！今日本太子就要荒淫无度，现在是我说了算。真不该去用恩将仇报。就是因为你要救我，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孩子，换你一条命。等一下，我有办法救你。我怎么能相信你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花少节那日，众人不慎撞破你强奸的徐美人嘛，而且还杀了她肚子里的孩子，那可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弟。没有，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所以才要替你平反，帮你洗刷冤屈嘛，这样才能恢复你的太子之位。你一个小小的庶女，哪来的能力翻动这滔天的冤案？我会验尸，我会验尸。那你要怎么办？当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你果然是来杀姑的。你给姑吃了什么？杀你个大头鬼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不死怎么着啊？你犯了这么个滔天大罪，陛下还要留下你的种，那说明什么？要不是你的血脉非比寻常，要不然就是陛下还念点儿父子真情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如此珍贵，我就能带你逃出升天。3、2、1。哎呀，殿下他，快来人啊！怎么了？来人呐！怎么了？殿下没气了。那时成了没？成什么呀？殿下他不决。中门留下人死了，这个怎么办？太子要是不决，那强迫徐美人的，那就不可能是太子。不行，这事有反常，禀报陛下。还杵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去叫人呐！快去！你在这等着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，别乱跑。小太监还挺上道的嘛。
都完事儿了？是，大家亲自看着完事的。父皇，种已流程，这女子该怎么处理？把她带过去，好生照料，务必把孩子生下来。父皇当心！陛下，给太子留种是天大的福分，可是臣女无福，没能让殿下。什么？刚才臣女刚要和殿下，可是殿下怎么都不行。公公刚才刚说过，亲眼看到你们行事，你现在又说太子不举，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想留种，故意找的说辞罢了。陛下明鉴，奴才亲耳听到太子和燕姑娘做那事的动静的。陛下，臣女不敢隐瞒，臣女自知死路一条，但不敢耽误殿下留种啊！你胡说！太子明明前几日刚强暴了后妃，怎么现在就不得人事了？那我也不知道啊。父皇，儿臣觉得，既然听见了动静，就好好验一下便知。来人，把他带进去，好好查查有没有给太子留下种。他因我受牵连，却为我做到如此地步。父皇，进去吧。哎，嬷嬷，我真的没有说谎。您在宫中那么多年，应该经验丰富，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我跟太子根本就没有？嬷嬷，我是侯府小姐，等我归家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。看你的样子，的确没有破身，奴婢也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慢着，查出什么来了？回二殿下，燕姑娘的确没有留下这种。也就是说，废皇子是真的不行。你可知道，若他不行，坏了本皇子多大的好事吗？知道你一会儿该怎么说吧？奴婢知道，启儿殿下放心。不，果然是京城第一美人，这么好看的脸蛋儿，可惜太宠。若他不行，那我就替他。父皇，他是无辜的，你不能伤害他。他既然说了谎，就不算无辜。这个女子，你记住，是因你而死。你闯下如此祸端，还不知悔改，这就是结果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我是太子的人，你不能碰我。你知道，你若没了这个孩子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我是在帮你，看你容颜上佳，等我完事了之后，可以封你做我的侧妃。太子死了，我也还是太子妃，谁稀罕当你的侧妃？你贱人！成何体统？父皇，验身结果如何？太子妃她的确没有留下种。若不是太子殿下，我活不到今日。我做不了别的，只希望太子妃能活下来，救殿下出去。刚才你又在干什么？父皇，儿臣撞见这个女人和嬷嬷私下交易，想撒谎出去，所以儿臣准备亲自验身。陛下，奴婢的确查验过，并无痕迹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可以重新查验。不必了，既然没留下龙种，又垫了太子的清誉，那就拖下去杖毙吧。是父皇。来人，把今日知晓此事的所有人
全部都杀了，一个不留！陛下，陛下，放开他！陛下，我们没能拦住太子。都下去吧。我不是跟你说不让你出来吗？他没有说谎。没有说谎。那皇兄的意思是承认了自己的不举之正？我没有碰他，也没有碰徐美人，就如他刚刚所说，亲眼所见。可事实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陛下，徐美人是朕亲眼所见，皇后，还有你弟弟都看见了。有人想让你看到的，自然会准备好一切。10000个人心里有10000个真相，既然真相有意义，就应该重审。放肆！你竟敢！你们若说重审，那便重审。父皇，此案由大理寺亲审，证据已经非常清楚，单凭他们2人2句话就……朕亲自审。对不起，上官离为了杀我不择手段，差点害你。我知道的，变态反派嘛，我心里有数的。而且，我们不是已经成功破局了吗？我觉得老天爷还是向着我们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把大理寺所呈之证呈上来。花朝节当日，宫中设宴，期间徐美人因怀孕身体不适提前离席，而太子也在徐美人离开之后跟随离去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清河宫的侍女跑到梨花台来求救。皇上，徐贵妃出事了！什么？赶快带路！我与父皇母后一起去了清河宫，届时看到了太子刚刚把剑从徐美人的腹中拔出，而徐美人当时的言论也证实了太子的奸杀之行。事后，大理寺查证，当日太子神色清醒，并未饮酒，而且清河宫的侍女也可以作证，是太子持剑闯入了清河殿，强暴了徐美人之后将其杀害，而徐美人体内也有相应的痕迹。听起来并无疑点。你说你没碰过徐美人，可她体内的痕迹，你作何解释？二殿下，我想请问你是如何确定这徐美人体内的痕迹是太子所留？其次，利剑入腹并不能够一击致命，你又是如何确定这徐美人之死是太子所为？燕公，查证讲究的是证据，如今我人证物证俱在，单凭你几句话，在我看来，你分明就是不想留种，故意在这拖延时间，诓骗陛下。口口声声说太子是清白的，可是你半点证据也没有。若是不想留种，那就不必再留了，即刻拖出去，杖杀！我当然有证据，臣女斗胆，请陛下允许我为徐美人开棺验尸。徐美人死因明确，为何要验？陛下，那可未必，活人不一定说真话，但是死人一定不会说谎。父皇，徐美人生前就死得惨状，若现在开棺验尸，恐扰安宁。况且，若太子妃查不出什么，该如何定罪？我愿以死谢罪。好，既然太子妃如此之说，那儿臣也同意开棺验尸，还皇兄一个清白。来人！尸体早已经处理过了，我看你能查出什么。太子殿下，腹部这道贯穿伤，可是二殿下所说您刺伤徐美人那一剑？是。皇兄，依你所言，你是承认了你就是杀害徐美人的凶手了？不，这伤口看着骇人，但并不是徐美人死亡的真正原因。
什么？陛下，请看，这人生前造成的伤口，皮肤周围会有明显的收缩现象，并且伴有紫黑色的血块，流血过多还会伴有血肿，这乃生理现象。可这道伤口虽然有血块，但并无血肿，也就说明了徐美人并不是流血过多致死。接着说。这道贯穿伤直接刺入到了胎儿的身上，意味着徐美人的脏器并未破裂，也恰好说明了这道剑伤并不是造成徐美人死亡的真正原因。那她是因何而死啊？中毒。中毒？居然有人在朕的后宫下毒！来人呐，去把皇后请来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给陛下请安。皇后，你解释一下，徐美人为何在自己的宫中中毒？陛下何出此言？徐美人死后，仵作以银针入腹，若是中毒，怎会不知？陛下若是不信，大可寻那仵作问话，臣妾绝无一言。皇后娘娘难道没有听说过甲之蜜饯，乙之砒霜吗？虽然现在尸体已经呈现了一些灰白色，但是不难看出皮肤表面已经有了一些红褐色的斑痕。这是为何？这是过敏的症状，也是显症，正好说明徐美人生前接触过致敏之物。我想问问太子殿下，之前接触徐美人的时候，有看到或者闻到过什么异样吗？桃花，闻到了很多桃花香气。朕记得徐美人是不能接触桃花的，不然就会有风寒之症。皇上说的对，但是过敏之症可大可小，倘若轻微过敏，就像陛下您说的那般，打喷嚏啊、流鼻涕、身体瘙痒起红疹，但是严重过敏就会出现呼吸困难、气管衰竭、窒息而死。所以我猜测是有人利用桃花杀了徐美人，然后栽赃给太子。徐美人有身孕之后，一切的吃穿用度都是由皇后负责，怎么会沾染上桃花呢？皇后，你有何解释？陛下，臣妾照料绝无半点错漏。徐美人不能接触桃花一事，在宫中并非秘密。许氏太子得知此事，闯入殿中欲行不轨，徐美人不从，便以桃花牵制，在遭到徐美人强烈反抗后，便痛下杀手。是，说到栽赃，那么是谁能拿到太子的随身佩剑？又是谁能让太子恰好出现在徐美人的宫中？花朝节那日，我们所有人都在梨花台宴饮，只有太子一人去了清河宫。那么请问，又是谁能未卜先知，恰好栽赃呢？我并非前往清河宫，花朝那日是母亲的忌日，我欲往千里池祭拜，路过清河宫，听到徐美人在呼救，这才闯了进去。为什么之前不说？你母亲是废后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私自祭奠亦是重罪。更何况你一剑刺穿徐美人是众人所见，现在想以此脱罪，是把我们都当傻子吗？娘娘，别杀我！分明是你自己摔的。陛下，刚才这一幕你可觉得很熟悉？那让我们看一下当时众人看到的真相。殿下，救救我！殿下，我一次次忍受你对我的恶行，我没想到你怕我肚中的孩子与你争皇位，你竟对我下如此杀手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陛下，您觉得方才你所看到的更接近真相吗？一派胡言！徐美人为何要自寻死路？当然是为了陷害太子啊！她怀有龙胎，一尸两命，有何好处？对她或者没什么好处，但是对你可就不一样了。你是何意？皇后娘娘，您虽然贵为中宫皇后，但是二殿下可始终不是什么太子。来日太子登了基，那你这个太后可就不怎么名正言顺了。你为了你的太后之位，还有你这个儿子，牺牲一个徐美人又怎么样？皇后，注意你的身份。陛下，是他先出言不逊。娘娘，你若无此意，何必如此动怒啊？刚才太子妃说了这么多，都只是猜测而已，无凭无据，还诬陷皇后倒打一耙。父皇，我怀疑
他二人别有用心。陛下，想让一个人这么严重的过敏，一点点桃花可是不够，他需要很多很多，或者是浓度很高的桃花制品，比如说桃花精油、桃花精酿，或者桃花点心。接触过桃花制品的人呢，10天半个月可是消不掉的。只要找出当天许美人宫中谁接触过桃花，那就知道究竟是何人所为了。依你之言，该如何找到此人呢？很简单，1盘醋，1碟碱水即可。陛下试试便知。一派胡言，父皇。朕就依你所言。桃花中有一种物质叫做花玉素，此物先遇白醋，再泡碱水，会蜕变成蓝色。但是此物却不溶于清水，就可以说过个10天半个月，照样还可以验得出来。所以说，谁的手掌变了颜色，谁就是杀害许美人的凶手。殿下，你也试试吧。陛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愚弄陛下和本宫！你自己看看，他们何人的手变了颜色？简直一派胡言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本宫拖下去！谁敢？我来看看。这你还怎么说？我想说，皇后娘娘或许该修修性子，如此急躁，未免失了国母风范。陛下，他就是凶手。不是的，陛下，请陛下明鉴，奴婢的手没有变色。他的手掌虽然没有变颜色，但是他的袖口变了颜色。你接着说。宫女和太监的衣服都是有松兰草染色的，但是松兰草呢，遇到碱水就会褪色，可是遇到白醋就会被中和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些没有做过错事的人，他们会乖乖的先浸泡白醋，后浸泡碱水，这样的话袖口只会被打湿，不会褪色。芬儿的袖子染色了，也就说明她的右手只触碰了白醋，未曾触碰碱水。没错。试问，如果你不是心虚的话，为什么不同他们一样，先浸泡白醋，后浸泡碱水呢？而他左手浸泡白醋，右手浸泡碱水，这不是心虚是什么？奴婢只是不小心忘了。忘了？那忘了好啊！来，让人再上1盆清水，好好给你洗洗手。洗完手再试一次。怎么？那来吧，芬儿，本太子妃好好亲自伺候你啊！看什么看？让你洗你就痛快的洗。陛下，请看。陛下饶命！奴婢不是故意的。发诏节那日，众位宾客饮用的都是桃花酿，唯有许美人饮用的是梅子酿。奴婢只是一时失手，不小心拿错了。拿错了？许美人怀了孕还能饮酒，看来得把你送进慎刑司，你才能老实交代是吧？不是的，奴婢只是一时在许美人身边受了气，一时糊涂罢了。其他人都下去吧。父皇，既然许美人的死因已查明，那自然可以证明儿臣并未施暴于许美人。那一剑的的确确如刚才所示，是他自己刺进去的。皇兄，此话差矣。就算可以证明许美人不是死于你的剑下，但是也不能证明你没有强暴她。你既说当日是你伺候的许美人喝下了桃花酿，那想必你也看到了太子殿下进入殿内。你倒是说说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强暴了许美人，然后又要杀死她。听到了吧？有人亲眼看到太子殿下实施暴行。唉，可怜那许美人，只是不想受辱，所以在临死之前才说出了
太子殿下的暴行。是吗？你说你看清楚了太子施暴徐美人，那太子那天穿的什么衣服？他和那个谁什么造型啊？是宴饮时的衣着。太子殿下没有脱去外衣，就把徐美人压在地上，那样。哪样啊？就是那样。陛下，太子可从来不带什么配饰，那这图样作何解释？我可不认得这纹样。陛下，要不您看看？这是朕赐给二皇子生辰玉佩上独有的纹样，拿玉佩来。混账！父王，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在朕的妃子身上发现了你玉佩独有的纹像，说什么误会？陛下，这个宫女刚才还说亲眼看见太子施暴，她要是撒谎伪造印记也不无可能啊！一定是有人想陷害灵儿，还请陛下明鉴。父王，儿臣一定不会做忤逆你的事情的，你要相信儿臣。父皇，儿臣绝对没有对徐美人施暴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。我芬儿，快说，真凶是谁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犯下滔天大罪，倘若还执迷不悟，攀咬他人，小心陛下诛你九族！不是的，都是奴婢一人所作所为，是奴婢害死了徐美人，是奴婢偷的玉佩，奴婢想陷害太子殿下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他连真凶是谁都没说呢，你就这么着急让他死啊？陛下，前几日哥哥在外平反，臣妾一心挂念，未曾发现这奴才的祸心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甘愿领罚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甘愿领罚。传朕旨谕，徐美人受害一案，查明真相与太子上关系毫无关系，择日恢复太子之位。陛下，宫女芬儿陷害太子，残害皇嗣，系中宫失责，令皇后闭门思过3个月。六宫之事暂时交于贵妃打理。二皇子上官离督察太子案不力，禁足1个月。至于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为您分忧是我分内的事，我不求什么赏赐，只求您还认我这个太子妃就好。今日实在匆忙，恳求父皇待儿臣商好之后，再举办封妃大典。朕准了。说那个平阴侯府家的女儿是个草包吗？怎么这会儿又懂念诗，又懂医术了，还敢对本宫这般不敬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母后，事已至此，你也别太生气。我怎能不气？想利用这个贱人除掉上官熙，现在如何是好？上官熙没死成，还恢复了太子之位，这日后必定会向我们报复啊！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到这种情况。都怪你个贱人，死了这么多年，陛下还对他念念不忘。当初以一个圣医族圣女的头衔糊弄陛下，娶她一个乡野村妇为妻，早知如此，10年前就该把他们母子一并送下黄泉。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二殿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母后，说空莫急，太子失势已久，就算侥幸捡回一条命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别忘了，他身负函谷，活不过25岁。就算父皇侥幸保住了他一时的太子之位，他也没命坐上那把龙椅。报！
陛下，太子妃的身份已经调查清楚，的确是平邑侯家的小姐，只不过不是原定的二小姐燕青书，而是大小姐燕未迟。什么？这个燕寒山竟敢私自换替嫁女，怪不得今天这丫头伶牙俐齿、目中无人，原来是个没受过教养的野丫头。平邑侯，很好，以为娶了明阳郡主就有了靠山，敢跟本皇子作对，那这侯府也没有必要留了。我刚刚出事儿，不便行动，这件事情还得请叔公帮忙。你堂堂一个太子，就住这种地方你堂堂一个太子，就住这种地方啊！我还以为做太子妃能穿金戴银呢。你爹怎么回事？到底重不重视你啊？方才也看见了，父皇明知道上官离和皇后是幕后之人，却依旧没有深究。朝内党争不断，我于父皇而言，就是一枚制衡的棋子。你若是觉得别扭，可以先回侯府住一段时间。我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我回什么侯府？太子殿下，你可是答应了我要给我打脸的，这情形得什么时候呀？你放心，姑现在虽然落魄了，但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。还有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打住！我救你可是只求荣华富贵，不求一丝真情的。你这样说会影响我们革命友谊的。好了，被我拒绝了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吧？我扶你进去。不用你扶，我自己能走。你逞什么强？你现在最重要是把你的伤养好，不然怎么动你的恶毒弟弟？还有为你娘报仇，还有我的荣华富贵呢。我一直以为我远走边关就能让他安度余生，没想到还是害了他。上官离，这笔血债我会亲手向你讨回来。好了，走啦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青天白日的，他们就敢在太子府下手，胆子也太大了。这上面说燕寒山教女无芳，这只耳朵是给她的教训。平邑侯，上官离对平邑侯府下手。平邑侯虽无实权，却也是几代忠臣，他竟敢如此！别担心，我现在就进宫回禀父皇。等会儿，这上面还说要我前去，不然还会对燕寒山下手。什么？你不能去！上官熙，其实有件事情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与你有婚约的二小姐燕青书，我是大小姐燕未迟。这事到底怎么回事？燕青书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，而我从小走失，2年前才被寻回。侯府没有人把我当成大小姐，燕青书不想嫁，所以他们就想起了我，然后让我入天牢替嫁。岂有此理！孤与平邑侯府的婚约是父皇下旨，他们竟敢欺君！哎呀，殿下别气，这就算是阴差阳错帮了我们。燕寒山怎么都想不到，你不仅没死，还翻了案，这也算是他咎由自取。他毕竟是你父亲，你就不担心他？他送我入天牢时，可没想着我会活着回来。你不想去就不去，一切有辜了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这个上官离究竟想干什么。太子妃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。二殿下，怎么才能救我父亲？现在害怕了，在大殿上和我对峙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父母亲人的命呢？二殿下，怕是没听过富贵险中求。我只是顶着一个大小姐的身份，在家中一点也不受宠，就连给这个太子留种的份，可都是我抢来的。
我要是没那筹码，能来找你吗？是不是？不得不说，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你是一只聪明的小兔子，现在看来，你分明就是一个会咬人的毒蛇。彼此彼此吧。哼，你坏我大事，现在又让我放了侯府，想好怎么补偿我吧。那殿下，您的意思是？想必你也知道，上官熙身负寒谷，早已时日不多。你跟着他，只是一时占上风，终究还是死路一条。我要你跟着他，取得他的信任，然后再狠狠地抛弃他。届时，我要让他看着我如何登上这太子之位。这风险可有点大啊！一个侯府可不够。哼，讲道理，我挺欣赏你的性格的。等我入了东宫，上官熙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。到那个时候，整个京城除了我母后以外，你就是最尊贵的女人。哦，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我还得看你妈的脸色呗？那我可不干。燕未迟，别不知好歹。二殿下，我这个人就是爱的，不是什么一破案的局，我还不稀罕呢。而且我看你这不太自信的语气，必输无疑啊，所以抱歉了。贱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可就是挑了一下你的麻筋而已啊，你可别叫那么大声，让别人听见了，以为我对你怎么样了。就不怕我抄了侯府？你有本事，那你抄啊！我就不信一个皇子在皇帝脚下还能灭一门侯府。哼！好，明日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抄的侯府。太子妃还没回来吗？还未。不过您放心，属下的人一直盯着那边的动静，太子妃不会有事的，您别担心。姑不是担心他，姑是担心他给姑惹麻烦。哦，不行，姑不该答应让他自己去找上官离，太危险了。背吧，我要去找他。殿下，您的药浴还没泡完，不能。进来怎么不敲门啊？成何体统？你是我夫君，我为何要敲门啊？你没看见姑在洗澡吗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给姑滚出去！我看见了呀，正好，你这一身的伤，不上药岂不是可惜了？姑不用你管，放开！哼，你放肆！别看！我名义上怎么说也是你的太子妃，你有什么不能看、不能碰的？名义上的夫妻应该不包括肢体接触吧？别碰姑！不放！太子殿下，你身材那么好，我们刚刚死里逃生，应当珍惜当下，及时行乐才是啊！那按你所说，姑应该什么都不想，只享受春宵一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放开我！别动，小心，隔墙有耳。姑听说，安国公的人去了平邑侯府，随后安国公又进了宫。上官离那边什么情况？他想策反我，但是被我拒绝了，还扬言要灭了侯府。听他的意思，安国公进宫就是要禀报陛下平邑侯弃军的事情。明日估计我们会收到陛下的传召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既然他把戏台都搭好了，那我怎么能不让他演下去呢？他对侯府的杀意越重啊，那就越成全我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这些事儿。安国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切按照您的计划，国公爷进宫告知平邑侯弃军，皇上龙颜大宝。很好，林阳郡主那个蠢女人，为了救自己的侯爷，
一定会奋不顾身，将所有的罪名全部都推到燕未迟头上。哼，本皇子已经很期待看这场亲人反目成仇的戏码了。这个燕未迟真是个扫把星，明明是他自己闯的祸，却要胡以你来受这个苦。他现在在太子府，我动不了他。等太子爷把他玩腻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一个臭乞丐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。不好了，侯爷，侯爷，昨晚国公爷进宫向陛下告了您欺君之罪啊！什么？听说燕大小姐说，哈殿下若看不过他，有本事就抄了侯府啊！哎呀，完了，全完了呀！哎呀，这个该死的燕未迟，他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呀！都给我围起来！秦叔，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！燕寒山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啊。还强国公明示。平义侯，你偷龙转凤，还说自己不知罪吗？父皇给皇兄选定的佳人，分明是侯府身份显贵的二小姐燕青书，而你却找了一个身份不明、所谓大小姐的燕未迟来以次充好。你好大的狗胆！太子殿下，微臣绝对没有以次充好的心思，就是小女未迟她不服管教，嫉妒她妹妹的好姻缘，趁着微臣不备，她私自顶替青书去的牢房啊！废话少说，来人，动手！别！二皇子，你知道我对您、对陛下忠心耿耿，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啊！您得替我跟陛下那边解释解释。父皇很生气，没时间听你狡辩。若你现在再不把燕未迟交出来，就不仅仅是抄家这么简单了，你九族的命都得陪葬。哎呦，二皇子啊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不能不管我，你得帮帮我呀，二皇子。燕侯爷，当初是你求的我才把留种的机会给了你的女儿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若你能将功折罪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；否则，我就先抄了你这侯府，再把你这宝贝女儿送下去给你陪葬。快去太子府把那个燕未迟给我保回来！是。哟，这么热闹，抄家呢？哟，燕侯爷这耳朵是怎么了？你还敢说？都是你这个逆女！要不是你，你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敢狡辩？郡主，虽然你是太子妃的嫡母，但也不能不合规矩，以下犯上。你，孤闻平义侯受伤，一时心痛，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责问太子妃，孤不能答应。太子殿下对我可真好，还要多谢爹爹和娘亲给我找了一门好夫婿。什么太子妃，你个冒牌货，还敢攀附皇恩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拖下去！我看谁敢！太子殿下，您一定是被我这个不孝女的花言巧语给蒙蔽了。她今天要是不死，我这侯府上下几十口人都得受牵连啊！牵连就牵连呗，是不是啊？我是被逼的，欺君之罪，我可不认。要死，大家一起死吧！你，二皇子殿下，我燕寒山以全族性命起誓，绝对冤枉啊！欺君之事是他私心作祟，贪心不足，跟我侯府上下没有半点关系。既然此事有争议，那便一同上殿，请父皇圣裁吧。爹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平身吧，你们一同来见朕，所为何事啊？陛下，臣当日有幸迎娶明阳郡主，蒙陛下赐婚，本意是小女燕青书与太子成婚，
但是因为迟呢嫉妒他妹妹的姻缘，眼红太子妃之位，所以私自顶替。臣教女无方，还请陛下责罚。您说什么？我嫉妒妹妹去给地牢里尚未脱罪的太子留种一事吗？正是。既如此，燕未迟便为庶民。平义侯管教无方，必府思过3个月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谁敢？皇兄，父皇在此，你也要如此袒护他？事情尚未定论，何来包庇一说？皇兄，我知道你心疼太子妃，但是他犯的可是欺君的大罪。你若还如此袒护他，我不得不怀疑你是另有所图啊！父皇，我愿以兵权做担保，事情绝非如此。他若果真有罪，我交出兵权，退出太子之位。兵权？看他们的反应，难道上官熙手里的兵权很重？这一段也不在剧本里啊！喂，你既然如此舍不得他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凭何定他无罪啊？只需请父皇当年赐婚的圣旨一关，是非自灭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拿圣旨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赐平义侯嫡女为太子妃，钦此。太子殿下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陛下，您这道圣旨上只是说是侯府嫡女，那小女斗胆一问，您是何时赐的婚？那便是明阳嫁入侯府之时。那便是了，众人皆知这明阳郡主的女儿是嫡女，可别忘了，明阳郡主入府之前，侯爷可是有一位正室夫人。郡主，您当年入府之前，我母亲可是当家主母，就算你是平妻，在民间那也叫妾。我不是嫡女，难道你腹中还未受孕的女儿就是嫡女了？当年平义侯为了给明阳郡主嫡妻的身份，狠心休妻，可怜我那刚刚怀孕的母亲，就那么被逐出府外，一个人在外面流浪，拼死生下了我。陛下，我……你是芸娘的孩子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叶寒生，你不是说她只是普通妇人，你跟她没感情吗？为什么会有孩子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对得起我吗？我不是这样的。哎呀，你这妖女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胡说八道！爹，怎么说你和我母亲也是那么多年的情分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爹，是不是真的重要吗？你刚才只顾着看那个上官离的脸色，你有注意过陛下的态度吗？怎么说上官离现在连个太子都不是，今日让谁死，那还不是陛下说了算？我可是在帮你，你是要命还是要……燕寒山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尉迟他确实是我和芸娘的孩子。皇上，爹，快起来！这不就对了吗？我们既没有威逼，也没有利诱，好好当个太子的乐长，岂不是更好？行了，既然太子妃确认无疑，此事便到此为止。呈你一道圣旨来，以便日后再无争议。非但没有杀了叶尉迟，还让父皇承认了他的身份，说他们正式大婚，再生皇孙，我争夺太子之位就更不可能了。那丫头就是个妖女，尖嘴利，但她也只能依附在上官熙身边。如果上官熙没了，她自然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哼，不能再等了，我要亲自去找下国之人。上官熙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上官离的脸色真太精彩了，我太急气了。计划虽然是顺利，但此事还是太过冒险。幸好他们没查过燕夫人的背景，否则今日怕是很难脱身吧。怕什么？他们又不占理，陛下又不是傻子，陛下还能看不懂他背后的阴谋？只要陛下不想让你死，上官离无计可施。事情要是这么简单，当初我就不会被迫远山漠北了。所以说，你之前所说的兵权，就是那个漠北边军？正是。
那你有多少兵啊？没多少，20万吧。20万，20万你就拿来跟上官离打赌，你万一输了，我就无法翻身了。无法，我相信你不会输。你也别那么盲目相信我啊！我再强调一遍，你跟我这是合作关系，一切从利益出发。别真的喜欢上我，做什么一怒冲冠为红颜的事情，我可是不会领情的。好，那我考虑了利弊，相信你不会输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段日子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吧？殿下放心，一切妥当。好，明日就是上官熙的死期，我要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寒毒发作而死。这一次，我不想再有任何意外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如果再让那个女人搅了局，就给你们全家都准备好棺材。皇后跟安国公都说了实话，之前跟风上奏那些官员，也都降职的降职，远调的远调。这燕寒山还真是躲过一劫，还大张旗鼓给燕青书办什么生日宴，我看他就是好的伤疤忘了疼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既然这么不喜欢燕家，那邀请函里面特意没有邀请你，你为何要拉我去参加这生日宴？我可是太子妃，我当然要威风威风了。当初我跟你合作的时候可是说过的，我要狠狠打脸曾经欺负过我的那些人，这可是很好的机会。你都已经恢复太子之位了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去跟上官离结党营私啊？这朝中有那么多蠢货吗？他们不是蠢，是上官离给他们洗脑太深。再说，我身负函谷之毒，也没有人想追随一个短命之人。函谷到底什么样啊？我怎么没见你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函谷之毒，平时无益，但发作起来如身下寒窟，神志不清。我回京之前请教过一位老道，他教了我些法子，能够抑制此毒。但是此法也有一些弊端，那就是上官熙，你怎么了？上官熙，你是不是函谷发作了啊？上官熙，你清醒一点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上官熙，你把门打开！上官熙，你开门！我是大夫，我能救你。上官熙，你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我踹门了！太子妃不可！你是谁？凭什么来我？属下是殿下的贴身暗卫。殿下此次函谷发作，不同以往，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，除非与纯阳之体的女子结合才能恢复。你贸然进入，非但不能帮助殿下，还极有可能会让他情况变得更糟。纯阳之体的女子，我怎么从来没听上官熙提起过？这是那个老道的偏方带来的副作用。殿下的意志力异于常人，不屑用此方法解除痛苦。况且那纯阳之体的女子也是天下难寻，所以殿下不让我们提起。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是吗？现在命都快没了，还不赶紧去找？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哎，等等，除了这个办法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还有一个，函谷是天下奇毒，无药可解，但有一样宝物可以压制函谷。什么？火玉。但没人知道火玉的下落，我也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描述。通体橘红，触手生温，佩戴者会觉得全身温暖。通体橘红，触手生温。那就是火玉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你在这好好守着上官熙，去差人找那个什么纯阳之体的女子。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回来啊！娘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太子怎么还不来啊？会不会被燕卫池那个贱人拦着？不会的。上官熙再怎么着也会给侯府这个面子。再等等。大小姐，你不能进，不能进！你们最好乖乖让开，拦不住我。擅闯侯府，你可知道是什么罪？我回我自己的家，谁敢定我的罪？大小姐，滚开！
什么人敢在侯府闹事？母亲，是我呀。几日不见，你都不认得了。燕未迟，你还敢回来？扫把星，你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惨吗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否则别怪对你不客气。我凭什么滚出去？燕青书，你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面了吗？我现在是太子妃，你和郡主见到我要行跪拜大礼，规规矩矩的问我太子妃好。哼，你做梦！哼，太子妃，你只不过伺候了太子一次，连正式的婚礼都没有，无名无分，在我们平邑侯府，照样是个低贱的丫头。哼，随便你怎么说，我这次来是拿回我的东西，我的玉还给我。什么玉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当年我被侯府捡回来，身上就只有那一块玉。前一段时间被你们送去替嫁，还抢走了我的那块玉。你一个锦衣玉食长大的大小姐，不会连我生母给我留下的唯一遗物也要昧下吧？生母？小姐的生母不是夫人吗？你还不知道，小姐是先母的孩子，侯爷早就知道了，一直瞒着夫人。这两天夫人跟侯爷吵架，就是因为这件事呢。竟然是这样？那先夫人也是个可怜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人都死了，夫人还抢走遗物，这也太……你在侯府2年，吃穿用度都是侯府提供，连你的命都是侯府施舍才保全下来。你如今不仅不思感恩，还耀武扬威，逼迫嫡母。我侯府这尊小庙，实在是供不下你这尊大佛了。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哼，既然你们不肯给，那我自己拿。让开！你们这群蠢货，还不把他给我绑了，扔出去！我可是太子妃，我看你们谁敢！你们有几颗脑袋可以砍呢？你先上。我也不敢。大小姐是太子妃，太子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找我的。听见了吗？几个家丁都比你们识相。滚！给我滚！哼，好了，现在没有外人。你要想耍你的太子妃威风，可以滚到别处去，不要在侯府找存在感。我说你这个老婆子是不是年龄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？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？我的目的很清楚，我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什么你的东西？你抢了我嫡女的身份，抢了我太子妃的位置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哼，燕未迟，我劝你最好收着点你那嚣张的气焰，否则哪天太子玩腻，还不是把你像狗一样踢出去？到时候我看你上哪儿哭去！燕未迟，不就是一块玉吗？我还不稀罕扣着。只不过他已经被侯爷放到了祠堂，他吩咐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取走。你要真想要，可以等侯爷回来。他人呢？他此时在二皇子府，要明日才回来。这么不巧啊！可我现在就要。娘，你就这么放他走了？而且爹明明就在。他要想找死，我又何必拦着呢？去告诉你爹爹，燕未迟强闯祠堂，请他家法伺候。你竟敢偷盗祠堂财物！侯爷不是明日才回来吗？我要是再不回来，你怕是要造反了。爹，刚刚我和娘在门口拦他，他口口声声说就是不知道您在这儿，所以才肆无忌惮。你们这一家子还真会演戏啊！要是送到隔壁的戏班子，说不定还能混个头牌。少废话，燕未迟，屡教不改，冥顽不灵。今天我就替侯爷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孝女。这些招数你用的还不腻吗？之前你就是这么欺辱燕未迟的，今日还想欺辱我，没门儿！青叔，按住他！哼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就打你，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害我的。今日让我们新账老账一起算一算。哼，你想干什么？燕未迟，你竟敢对嫡母不敬！我不敬的时候还差这一回吗？我说了，今日谁敢拦我，我让他有命来，没命回。哼！青叔，怎么这就吓破胆了？刚才想要动手的时候不是很威风吗？燕未迟，我告诉你，
殿下的列祖列宗都在看着你呢。你不敬长辈，王公更长你，你会遭报应的你。这种封建迷信谁在乎？你们这种人还没有报应，看来这祖宗不怎么样嘛。你竟敢对祖宗出言不逊，什么祖宗？不过是你们这种人吃人的借口罢了。我燕未迟不认。烦了，真的烦了，给我按住他！说了，今天谁也拦不住我。你还傻了着干嘛？他又出了这个门，你们都得死！孽女，是你！二皇子殿下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这个逆女砸了我的侯府祠堂，还想盗走祠堂的宝物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太子妃，确有此事吗？二殿下，既然知道这一切，又何必多此一问呢？那看来嬴异侯说的是真的。燕未迟，你虽身为太子妃，但是天子犯错，与庶民同罪。我劝你还是将那宝物交出来，乖乖认错，我还能放你一马。这玉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你们就搞这么大阵仗。我那位皇兄今夜毒发，你急着救他，对吗？是你干的。是我又如何？你有证据吗？今夜就算神仙下凡，他也得死。是吗？那他死，我第一个拿你陪葬。不自量力！燕未迟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听话，把东西交出来。这样，等上官熙死了之后，我说不定看你这漂亮的脸蛋儿，封你当个侧妃。你也配！二皇子，不识好歹！今日我就送你和上官熙一起下黄泉！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上官熙，放开他！上官熙，你的毒找到了火玉。上官熙，寒骨发作，锥心刺骨，你竟然还有力气来救他？姑说过，姑的太子妃谁也不能动。你今日伤她的，我会让你10倍奉还。你真以为他有什么无双灵域吗？今日就算把他给救走了，12个时辰之后，你要是没有解药，你就会死。姑就是死，也让你们今日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他们就这么走了？这万一太子没死，我们不是……没有万一。今夜的事情，你们最好管好自己的嘴。如果敢透露出去一个字，就别怪本皇子不留情面了。二皇子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的。上官熙，你强行运用内力压制蛊毒，力竭反噬，你就等死吧！上官熙，殿下，糟了，殿下强行催动内力，现在情况已经更严重了。不会的，我找到了火玉，他会没事的。怎么会？火玉是传说中的绝世灵药，这块玉虽然色泽形状相似，但也未必就是。娘娘，你是神医，再想想别的法子救救殿下吧。纯阳之体的女子呢？找到了吗？现在经脉紊乱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算不是经脉寸断，那也会被活活冻死的。那怎么办？你继续找，这里我来想办法。是。上官熙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做太子，做皇帝，为你娘报仇，要让我做太子妃，做皇后，许我荣华富贵，帮我张氏7人，所以你不能有事。
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算是有多长，只守到地老天荒。我要死！韩谷被压制了。怎么会这么冷？我睡着了。上官熙啊，上官熙，你醒了，你不热了？脉象也平稳了，太好了，没事了。我没事了，但是你着凉了。我没事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刚好不能再……你身上好热。多亏你了，太子妃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这次想要什么？娘娘，属下找到人了。殿下，你想啊？你这么着急，什么事啊？是我吩咐他去找纯阳之体女子的，你找到了？是找到了几个基本符合的，但尚不确定。属下担心殿下的安危，所以才着急来报。现在看来，殿下的毒已经压制了。娘娘真是神医妙手。那你既然找到了，就赶紧安排人过来吧。毕竟我只是暂时压制。是。你找了也没用，我是不会用他们接骨的。你在这装什么圣人啊？除了你，我不想其他女人碰我。你别给我来这套！你要是死了，我是不会给你守寡的。到时候我就卷了你所有的遗产，去重新报一个大佬去。有你在，我哪敢死啊！你放心，我会找到解决办法。说什么？上官熙没有死？是，昨夜太子府围得像铁桶一般，但今日一切都恢复如常。听说太子妃守了太子一夜，一些精妙的医术，最终让太子起死回生。一派胡言！寒蛊乃世间的绝世毒药，在上官熙体内久了，就会逐渐渗透他的经络血脉，根本无药可医。燕未迟一个见识短浅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拔出寒蛊？这其中一定有诈。去，告诉母后，在太子府安排一些人手，我倒是要看看上官熙这个毒物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太感谢王太医了，这些医书对我可太有用了。太子妃客气了，陛下下了令，日后太子妃有任何需要，只管来吩咐便是。那麻烦王太医。在下告退。这宫里的东西就是好啊，什么寒蛊啊、火玉的，记载的清清楚楚的嘛。王妃，这个形状，确实像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会认错的，我们定了娃娃亲啊！你答应做我的王妃的。这块玉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你想起来了？不，这块玉的确是我的，但是吧，我不是你的王妃，我是当朝太子的太子妃，免得落人口实，王爷还是不要再。你嫁给了上官熙，你为什么嫁给他呀？婉婉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王爷要找的人，你若再对我纠缠不休，我就去告诉陛下了。告辞。不是，婉婉，婉婉，你明明就是婉婉，为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还嫁给了上官熙那个畜生！太子妃和平南王，哼，有趣。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回殿下，属下已经确认，二皇子给您下的寒蛊是从一个毒医那拿来的。当年皇后给娘娘下的药也是他提供的，可这些年他一直避世不出，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但是前几日您毒发不在预期之内，必然是由他催动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就在城中。上官离上次没能杀了我，近期肯定会让他再次催动蛊毒。是，
那殿下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您真的不考虑纯？属下多嘴。有太子妃在，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。是。这么晚了，太子妃还没回来吗？太子妃今日进宫要了些医书，回来的时候碰上了平南王，许是耽误了。平南王，属下听闻，平南王和太子妃一见如故，两人手拉着手，再与坏人说了苦话。住口！这些传言，姑不想再听到。是。去查查，这话从哪传出来的？是。你看看，我找到了什么好东西？这上面说了，你看，火玉它可以治疗寒毒，就是吧，它得贴身使用，且得日日贴身，这样才能彻底将寒毒拔除。那也就是说，那日是火玉起的作用。没想到我阴差阳错，居然找到了火玉的正确使用办法。那以后你日日都要带着它同姑一起睡了。我也不用日日吧，兴许10天半个月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嘛。书上说了日日就得日日，马上就是大婚了。为了确保典礼顺利进行，这段日子就有劳太子妃了。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这该死的上官熙，仗着自己长得帅耍赖。不过这火玉的确是个好东西，吸收了那么多寒毒，越来越烫了。若是真的能解寒骨，那以后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，不就是借他些体温而已，没什么的。太子殿下呢？回太子妃，皇后娘娘派来一批女使，太子殿下正在前院挑选呢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说了，这些丫头您先用着，若是不喜欢，日后再替你写新的。哼，那就感谢父皇，还有皇后娘娘赏赐了。哼，让我看看来了多少丫鬟。参见太子妃。不必多礼了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这太子府正要修缮，正缺人呢。你们都听张总管指挥，拔草修园，扛砖砌瓦，把这些粗活都干了。工期嘛，10个日好了。你们把活干好了，本姑娘，本太子妃重重有赏。奴婢舒克参见太子妃。怎么，你有话说？是，奴婢姐妹4人是皇后娘娘亲自挑选，在内院侍奉太子殿下的，实在不会做什么粗活。哼，你一个丫鬟不会干粗活，你还有理了？不然你以为是送你进来当小姐、当主子的？太子妃这是何意？我们是皇后娘娘选来侍奉太子殿下的，太子妃叫我们前去干这些粗活，是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吗？听你这话头，你们都是皇后娘娘的人了？那是自然。敢问太子殿下，我们住的可是太子府吗？当然。那前院听殿下的，后院该听谁的？自然是太子妃了。哼，这里是太子府，只认太子和太子妃。你们既是皇后娘娘的人，那滚回你们的后宫去吧。你们也是，我太子府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心有二主之人。你们要么乖乖听话，我们相安无事；要是敢在我的面前耍心机、耍手段，我可有的是手段，让你们有苦难言。太子妃，你未免也太煽妒了吧！太子殿下，岂能只有你一人服侍？太子妃，这可都是皇后娘娘亲自挑选的人呢，您怎么能……我善妒，我不仅善妒，我还爱打人呢。我打够了人，我还爱杀人。我杀够了人，我还有能力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们可以继续挑战我的底线，看我有没有本事让你后悔莫及呢？奴婢是皇后娘娘派来的人，你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辱我，不怕皇后娘娘问责吗？哎呀，就算我不欺辱你，皇后娘娘也不可能放过我。
既然他不让我痛快，我怎么能让你痛快呢？放心吧，在皇后娘娘弄死我之前，我一定先弄死你。张总管在。今日就让他去给我刷茅房，把里面的污秽之物都给我掏干净了，让茅房重新修缮。明日这个时辰我要去查看，但凡有一点破旧脏污，就让他给我舔干净。是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不去是吧？不去就给我滚出去！还有你们，不在这乖乖听话干活的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娘娘吩咐的是叫人送进来，务必让太子府留下，别的咱也管不了那么多。既然人都已经送来了，那就任凭殿下和太子妃差事，老奴先行告退了。你们也都进去吧。不过是几个丫鬟，何必生那么大的气？太子殿下这是心疼了？怎么会？皇后送来的人什么心思，我怎么会不知？既然太子殿下知道，那就不多话了，回去下来。好你个少关西，口口声声说心里只有我一个，来几个漂亮丫鬟你就惦记上了。今晚你自己睡去吧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这个燕尾池真是没有规矩，连本宫送去的人都敢骂。母后，默契。这一次送过去的人都是儿臣精心挑选的，各有本事，爬床、挑拨、监听，上官熙肯定防不胜防。你这刚明目张胆的害过他一次，他还能中计？哼，人啊，往往在困难的时候都会互相抱团，自然针扎水泼不进。但是这一旦安稳下来，起了疑心，那就好办了。况且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要知道上官熙的毒到底起了没有，其他的都是附属品，能不能成已经无所谓了。那本宫便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平南王已然回了信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只是有一个要求。他的要求是什么？杀了上官熙。哼，你告诉他，本皇子同意了。这里不用你伺候，下去吧。奴婢夜晚给太子殿下请安。夜晚？是，太子殿下处理事务累了，奴婢送完茶就走。等等，殿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？留下伺候吧。是。听说了吗？太子又把夜晚叫去双寒院了。听说了，听说了。你说咱们宫里来的宫女有几个能进双寒院呢？太子殿下怎会对她如此烈焰相感？谁知道呢？许是有什么我们不会的狐媚手段。你们都没事做了是吗？太子妃，夜晚是吧？前几日贴的不行，我忍你好久了，今天还带进房里了。不行，我这个太子妃可是闲的，绝对不可能是绿的。哼！太子妃，哼，连门都不敲，成何体统啊？手疼，敲不了啊！你手。太子妃，您千万别误会，奴婢刚刚什么？误会奴婢和太子殿下，其实刚刚只是论家世、论样貌、论身材、论本事，你哪里比得过我？你说说。奴婢不敢跟太子妃比，奴婢知错了，请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责罚。行了，这没你事了，出去吧。谢太子殿下宽恕，奴婢告退。招呼都不打，恃宠而骄。你来找姑何事啊？没事啊，没事不能来找你是吧？耽误太子殿下红袖添香啊！那我走。哎，刚刚是有一只老鼠，它被吓了一跳，窜到姑怀里了。上官熙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房间那么大，他躲哪里不行，还非得躲你怀里？不是，而且他怎么解释不行啊？非要给我搞出一副好像跟你有点什么的样子。不是我，你要是不想过了，你趁早说，我们早点散，别耽误我找下家。
上官熙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房间那么大，他躲哪里不行，非要躲你怀里？别等我找下家。哎，咱们不是说好了演戏吗？怎么真生气了？那说是一方面，但我看他们对你投怀送抱，我心里就是过意不去。吃醋了？啊，我才不是呢！我是因为太子妃的尊严被挑衅了。那府里人都是看人下菜碟的，你这几日有多宠她，我就受了多少轻慢，我能不气吗？别气了。哼，那几个眼前有动静了，我们只需再推一把，等过几日就能把我们想传的消息传出去了。那我可要帮帮他们，好好推他们一把。那别气了。哼哼，舒克姐姐，你说夜晚今晚能成功吗？我也不清楚。他若成事儿了，遭罪的是我们；他若不成事儿，遭罪的还是我们。为何呀？我们都是皇后用来试探太子殿下的棋子罢了。若是夜晚赢得他的青睐，那我们就成了弃子；说他失败了，那我们也要去太子面前邀宠献媚。心有二主，太子若是知道了，又岂能轻饶我们？棋子又如何？要是我能爬上太子殿下的床，那不是后半辈子荣华富贵，要什么就有什么了。况且我还听说太子跟太子妃至今都未圆房，若是被我抢了先，给他生了个长子，我看那个太子妃还敢如此嚣张跋扈，切，还敢让我去拴茅房？怎么，那个太子妃那么坏，让二位姐姐双茅房啊？是啊，她一个被质疑过身世的野丫头，也敢对我指手画脚的。我好歹也是荣国公府进送给皇宫的丫鬟，比许多的民间女子都要高贵呢。她一个有娘生没爹养的东西，怕是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吧，还敢对我颐指气使，真是小人得志，看着就令人生厌。福爵，你说是不是？怎么是你啊？奴婢参见太子妃娘娘。怎么，二位姐姐这么闲，晚上既不去当值，又不去休息，在这里趴墙角啊？娘娘息怒，奴婢只是担心婉姐姐少不更事，伺候不好太子殿下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哟，说这么委婉干什么？你们不就是嫉妒她有爬床的机会，而你们没有吗？奴婢不敢。敢想不敢认啊？行，那你继续在这跪着。川红，跟我来。你不是一心想爬上殿下的床吗？这样吧，今晚上半夜我来伺候，下半夜你来，岂不是刚好？奴婢愿意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在看什么？军报。我不能看。女子不得干政。凭什么？她一个丫鬟都能看，本太子妃看不得？你不要老是无理取闹，你不走是吧？姑走。太子妃，殿下正在气头上，奴婢去瞧瞧。我和殿下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去劝了？狐妹子东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这辈子爬不上殿下的床。有耍心机的功夫，不如好好学学你的姐妹川红。川红，在，跟我去伺候殿下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代替他去扫茅厕吧。走，你就在这好生给我待着，仔细听听我是如何侍候殿下的。我叫你进来，你才能进来，记住了吗？是，奴婢知晓。伺候男人的本事，我还用你教啊？等到时候太子殿下碰了我，就再也不会碰你这个粗鲁的女人了。哼！啊！你呀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只是演戏给夜晚看吗？你带川红来做什么？哎呀，上官熙，羞辱！谁让他背后唧唧歪歪说我坏话？我就是要让他难受一下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你别急嘛，臣妾伺候你沐浴，沐浴之后再做嘛。你别闹！哎呀，上官熙，你配合一下好不好？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颠鸾倒凤，他们如何才敢肆意行事啊？所以，你把川红带来就是为了
监视我们。不然呢？我傻到跟那个纯脑子丫鬟吃素吗？哦，可即便如此，让他知道我们在屋里即可，何必做戏啊？他们虽然蠢，但是他们不糊涂。你不做戏做全套，他们不能信。不用等，我们一起洗。上官熙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上官熙，我是说我们只是生意做得像一点，也不用假戏真做的啊！你别偷了，别偷了！怎么还不过来伺候？方才什么不成体统的话都说得出口，怎么现在还害起羞了？我害羞什么？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哼，殿下，我这样伺候怎么样啊？尚可。殿下，那这样舒服吗？还有进步的空间吧。哦，那殿下怎么样才能更舒服呢？如夜晚那般温柔小意一些，更合姑心呢。叫我，太子妃叫的真好听，我很喜欢，叫的越大声，我越兴奋。上官熙，你不会寒骨又发作了吧？骨好得很。上官熙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耍流氓？你伺候的很好，姑很满意。洗干净些，上榻，再来一次。这么勇猛，看来太子布局的传言是虚假的。等一下，等他出来了，就该我进去了。你今日怎么换到这儿了？最近太子不是对你很伤心吗？是太子妃发的，估计明日太子就会把我叫回去伺候了。行吧，行吧。那今日可有所发现？太子殿下每日都在写军报，大概都是安排一些军饷分布和训练计划，并无异样。那太子身体如何？骨都可还要发作？太子殿下身体好着呢。他跟太子妃吧虽有不和，但几乎是夜夜笙歌，完全看不出来身有顽疾。难道太子身体的寒骨真的解了？我好像是听过太子妃说什么火玉啊、解毒啊什么的。哎，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解了太子殿下的寒骨之毒？若真是如此，我必须立刻回禀殿下。殿下，有消息了，二皇子今日去了北城一处贫民区，经线人确认，毒医就藏身在那儿。我这个弟弟终于是坐不住了。准备一下，我们去会会那位毒医。谁？大名鼎鼎的毒医，竟然龟缩在此。你是谁？很可惜，你的寒骨没能要了我的命，所以你的命现在归我了。你是上官熙？不可能！寒骨无药可解。少废话！我今天来只问你一件事：当年我娘突然病逝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娘？那个传说中的圣医族圣女，她号称百毒不侵啊！可我只不过就给皇后一些自制的毒药，慢慢下在她的生活饮食里，她心脉便逐渐衰竭。再加上你兵败漠北的消息一传来，她心神激动，就这么没了。只可惜，我之后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试毒汁了。
畜生！带他回宫，务必要他把所有真相告知于父皇。要快，要赶在皇后发觉之前。是。皇兄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上官熙去哪儿了？嘘，别怕，是我。这可是太子府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当然是偷偷进来的。王妃，我知道你一定受了那个太子的胁迫，被困在这里，所以我来救你了。我不是你的王妃，趁现在没人，赶紧走。不行，王妃，我知道你把以前的一切都忘了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你就是我的王妃，漠北岳家的女儿，北疆国的公主。什么？上官熙当年驻守漠北边境，故意以弹劾之名欺骗，害得岳将军背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岳家满门被斩。我找了你整整6年，幸好你还活着。不可能，上官熙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不相信他能做那样的事。他怎么不会啊？他代表的是大理，为了赢，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王妃，我不能眼睁睁的再看你受他蒙骗。若你不愿意跟我走，那我只能帮上官离做成太子，待他有一天打败了上官熙，我再给你抢回来。你疯了！上官离才是那个阴险冷血之人，你跟他合作，北疆和大理还有宁日吗？我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今日上官离已经带人围攻上官熙，借此机会，我正好带你离开。跟我走。绝无可能。皇兄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既然你已经见了毒医，那今日你就没命离开这里了。那你也要有杀了我的本事。今日取太子人头，所有人都记1等军功，赏黄金10000两。皇兄，别挣扎了，早日下黄泉，与你那短命的娘母子团聚。你做梦！皇兄，为了能助我早日登基，我请你去死！玉，我看今日该死的人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笨蛋，当然是来救你了。上来。坚持住，我带你回家。太子今日所受的伤，来日我会一刀一刀的还给你。驾！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们！废物，拿来！啊！平南王，你干什么？谁也别想伤害我的王妃！哼！若不是你这王妃，我早已经杀了上官熙。让开！上官熙的死活我当然不管，你若想伤他，本王必定杀了你！轻点。活该！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自作主张。你何时学会了骑马和剑术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好像自然而然就会了。很难想象，我居然在上官离和那么多高手面前把你救了出来，想想都后怕。下次别这么莽撞，这次是侥幸，你要是受伤了，那后果……后果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后果？你去之前考虑后果吗？再有一次，我就亲自把你杀了，一了百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那后果才是真的不堪设想。我记住了。殿下，毒液已被扣在宫中，皇上急召您。
去一同什么？滚！是。好了，药也上好了，你赶紧进宫去吧。跟我一起去。希儿，你身上有伤，就不必行礼了。您都知道了。是药、下蛊、暗杀，他们这些人真的是一副狠毒心肠。儿臣恳请父皇还母后一个公道。朕知道。你为何要害先皇后？你与她无冤无仇，你本有独一圣名，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一生，为何要卷进朝廷斗争？无冤无仇，她乃我族圣女，本该与我结合，孕育苗疆的下一代。可她偏偏就喜欢上了你这个中原皇帝，她可曾把我放在眼里？她可曾把苗疆一族放在眼里？该死！她还为你生下了孩子，中原杂种！呸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你们再也找不到韩国的解药了。韩国的解药我已经找到了，所以你可以安心的去死了。什么？希儿，你的蛊已经解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韩国之毒无药可解，除非是火月。你们找到了火月。即便找到了解药又怎么样？这么多年了，韩国之毒早已侵入骨髓，即便解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也是一个废人呐，中原的杂种，注定不得好死。我在黄泉之路等着你们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竟敢对本宫不敬！本宫要砍了你们的脑袋！原来是你们两个贱人！上官熙，这还没登基呢，就敢对本宫无礼！是朕下的令，难道还想砍朕的脑袋吗？不，臣妾不敢问陛下，臣妾何罪之有？你还有脸问朕？是你和你的儿子联合起来杀了朕的皇后，还给朕的儿子下蛊。皇后在陛下心里，您的皇后就只有那个贱人吗？我哪一点比不上她？她不过是一个蛮夷女子，出身低贱，就这么舍不得她？我娘心性单纯，从未想过与你争宠，你心思歹毒，竟生生逼死了她。母后，母后，父皇，您看在母亲一片痴情的份上，宽恕她吧。好一个一片痴情！那勾结朝臣，把持朝政，陷害太子，又存的是何心思？母后，他刚刚说的那些，都是你做的。女儿，你母后，你纵是再爱父皇，你也不能做这些事情。你也要陷儿臣于不义吗？都是我做的。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本宫的皇后之位，他的儿子夺走了我儿子的太子之位，我怎能咽下这口气？都是我做的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赐白绫吧。皇上。母后，儿子送你。还在想那件事吗？陛下处置他了吗？上官离亲手医死了皇后，大义灭亲，
可他自己也口吐鲜血，精神受损，父皇便放他回去了。可安国公听到消息，就直接晕过去了，至今还未醒呢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上官离居然为了脱身，亲手杀害了自己的母亲。他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，父母、亲人、兄弟，什么都能牺牲。上官熙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当时你在牢中有多凶险，差一点他就成功了。是啊，还好有你。好在现在一切都解决了，皇后和安国公的势力也都拔除了，上官离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。那我就安安心心做太子妃了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好。哇，你说这些都是给我的？是，这是殿下的吩咐，先送来给太子妃挑选，之后还有10几车会陆续送到。10几车？哼！我刚来的时候，你不是还跟我哭穷？怎么现在变这么阔绰了？冤枉啊！我当时孤身在京，身边自然没有这些财宝，但现在我们婚期已定，我这陆续差人啊，都送回京了。大款啊！哇，这么大个金钉子啊！我要打个金项链，挂在我身上。都依你。好看。殿下。何事？是关于太子妃的事。平南王此次进京，想从大理求娶一位王妃，陛下便办了一场选亲宴，请太子妃过去主持宴会。平南王，王妃，我知道你把以前的一切都忘了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你就是我的王妃，漠北岳家的女儿，北疆国的公主。你认识她？我不认识。那我换个衣服我就去。青薯姐姐，你这身蜀锦可真好看，还是用南院上贡的金蚕丝织成的，这是宫里的手艺吧？可不是嘛，姐姐头上的宝石簪子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，我打赌那平南王一见了姐姐，肯定呀被迷得走不动道。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呀？我不过是随意打扮了一下，说不定那平南王还能看上你们呢。姐姐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可是大家公认的京城第一美人，这王妃之位呀，非你莫属。我们只不过是走个片场。对呀，对呀。不知道这平南王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，赶紧给他相完亲送走了好。不好意思，你没长眼睛啊？怎么走路的？你知道本小姐这一身衣服有多贵吗？你这衣服不是好端端的吗？我刚不是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是哪家的？这么没规矩，敢这样跟本小姐说话？你可知道我父亲乃是大理寺卿，你一个穷酸丫头敢跟我顶嘴？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什么是规矩！给我跪下！我就不跪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哼，吵死了！呀，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贵为太子妃，怎么穿得如此寒酸啊？也难怪了，会被人当成穷酸丫头随意辱骂了。太子妃，她居然是太子妃！太子妃自从经历那件事之后，一直未曾露面，今日怎会出现在这儿？我们是不是要行礼呀？行什么礼？连封妃大典都没办过。妹妹这话可就说错了，封妃大典虽然没办，但是我这太子妃是陛下亲口承认的，难道妹妹连陛下的话都敢不遵了？你敢污蔑我？这侯府是越发没有规矩了，那本宫就好好教教你规矩。跪下，说参见太子妃娘娘。我呸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教我规矩？今日可是平南王的选亲宴，岂容你在这里放肆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刚才不是说要教训他吗？动手啊！再不动手，我就让我爹上本参奏，革了你爹的职！啊！快给我滚！侯府你不敢得罪，太子府你就敢得罪了。我今天就不走，
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怎么记得我这妹妹不是心心念念要当二皇子妃吗？怎么，眼见二皇子逝世了，就做上当王妃的美梦了？姐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怎么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对二殿下不是真心誓言吗？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啊！哎呀，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，我还真替二殿下感到不值啊！想必这平南王也看不上你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吧？你敢造谣本小姐，我跟你拼了！不可，清如姐姐冷静。参加这场选亲宴不就是奔着王妃来的吗？你们一个个的都围着这么一个蠢货殷勤巴结，我看不如就此算了，省得让人看笑话。那太子妃又是为何来到这儿？难道是奔着王妃去的？哦，原来姐姐打的是这个心思，早说嘛！你自知这容貌比不过我，想必是想破坏这次的选亲宴，趁机上位，对吧？你发什么癫呢？我已经是太子妃了，上什么位啊？之前便有传闻，你在宫中见平南王俊美，便垂涎纠缠。今日你出现在此，便知这传闻不假。想必你肯定是嫌太子容貌粗不受待见，故而平南王俊美，太子殿下粗鄙，你这都是听谁说的？人人皆知。燕未迟，你现在乖乖滚出去，不再对平南王有垂涎之心。我呢，可以大发慈悲放你。太子殿下到！见了太子，为何不跪？参见太子殿下。他是太子，太子怎么会如此风神俊美？说是荣冠天下也不为过。都起来吧。不是说让太子妃你来主持这场选亲宴吗？怎么还未开始？我这不是想着，既然选王妃，当然是品德容貌都佳才行，所以故意没有说明来意，试探了一下。那结论如何？不尽人意呀！区区一个大理寺卿之女，就气焰嚣张，骄纵无比。太子妃恕罪，臣女无意冒犯，太子妃恕罪。带出去，永远不得入宫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殿下恕罪，太子殿下恕罪啊！臣女冤枉，臣女冤枉啊！太子殿下。还有吗？姐姐，刚才都是误会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妹妹，这你可就狭隘了。本宫向来是公私分明的，可你见了本宫连礼都不行，本宫很难让你见啊。你来人，等等！参见太子妃娘娘，太子妃娘娘万福金安。既然妹妹知错能改，那就留下吧。谢太子妃娘娘。都入座吧，一会儿王爷来了，可要谨记刚才的教训，好好表现。贱人，明明是个被捡回来的乞丐，竟敢拿太子妃的架子来羞辱我！待我成为王妃，我一定会把今日的屈辱百倍奉还。为何不把他赶出去？平邑侯府早就投奔了上官离，他从前做的也是嫁给上官离当皇后的梦，现在却是成了王妃的人选。就算上官离眼下失势，但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过侯府吗？你是说，这是上官离授意的？我觉得上官离也是狗急跳墙了，选了这么个蠢货。不过以防万一，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。平南王到！各位，久等了。平南王客气，此次宴会本就是为你所办，也不知道在座各位贵女中，可有王爷心仪之人？平邑侯府燕青书，见过王爷。燕青书，我听说过你。这平南王虽没有太子俊美，但在北疆可是手握实权。燕未迟，等我成了王妃，看你还怎么嚣张。能被王爷有所耳闻，
实在是小女之幸。你就是当时那个和太子有着婚约的女子，因为当日太子被捕入狱，所以你就推着你姐姐出去替嫁，是你吧？王爷，这是从哪儿听来的污言秽语？根本没有的事儿。哦，那是我误会你了。定是误会。这与太子定下婚约的是我侯府嫡女，姐姐之前走失了，这归来之后，婚约自然便是姐姐。那这么说，你是庶女啊？我母亲乃是名扬郡主，她是爹爹的正室夫人，我与姐姐该同是嫡出。正室？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姐姐的生母称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咱们大黎的男人就算是续弦，也不能成为正室吧？那你这个是……王爷，行了，王爷，就算你对妹妹想要了解，也不急于一时，日后有时间让你们慢慢了解。先入座吧。此次这个平南王过来求亲，实在是突兀，难免他和上官离有什么阴谋。这燕青书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他。最右面是太傅之女，我已同太傅打好招呼。王爷，小女一直羡慕北疆的风采，若有机会，想亲眼一睹。这杯酒，我敬你。燕小姐的心意，本王明白，但是可惜了，本王已有心仪之人。这杯酒是我不能喝。你既然已有王妃人选，又何必来此一遭？莫不是故意戏耍，羞辱我大黎？本王的心仪之人就在此处。谁？太子妃娘娘。太子妃？你唤她做什么？哎呀，真是蠢啊！你这个脑子也想成为我北疆的王妃啊？你把话跟我说清楚。别急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心仪之人就是太子妃。孤的太子妃天下无双，平南王心仪也是情理之中。那太子殿下的意思是，愿意割爱子？当然不是。平南王刚才所言，不可当作是对太子妃的欣赏、敬仰之情。但如若再有冒犯，这亲不可以罢。太子妃，北疆近日动荡，若王爷真想借我大黎之力，就把态度放端正一些，否则恐怕会适得其反。太子殿下，我陆虞之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会不惜一切代价。大黎虽然国力强盛，但我北疆也并非没有敌战者。若是太子殿下不愿割爱，那本王也不介意强取。那孤便等着看北疆自取灭亡的那一天。那个陆虞之有毛病是吧？非要搞什么相亲宴，然后又搞这么一出，巴不得开战是吧？你和他早就认识，对吗？你一直在瞒着我，对吧？你和他早就认识，对吗？你一直在瞒着我，对吧？你查我！我看得出来他对你的感情，他不是想挑衅，更不是想开战，他是真的喜欢你。所以呢？其实毒医说的没错，就算蛊毒解了，毒素也早已入侵了五脏六腑，我永远无法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。其实北疆的日子还不错，你如果嫁过去，没有别的事，你能过得很好。你说什么？我是在替你着想，我的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我会禀报父皇，以公主之礼为你嫁过去，连上太子妃那一份。上官熙，你想过河拆桥是不是？最危险最难的时候我都陪你挺过来了，现在马上就要发达了，你就赶我走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看你呀，就是惦记那些小侍女是吧？就是那个夜晚，我看出来，你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，你当我看不见啊？你就是想赶我走，给他腾地方是不是？行，走着瞧。殿下，你和太子妃好好的，干嘛要吵这架？我不想他以后恨我。其实他说的没错，我的夜晚的确不一样。我怀疑他是上官离送进来的，他和夜晚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。如果真是上官离送进来的，那恐怕这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在等着呢。我不能在这维持跟我冒风险了。哎，
夜婉姐姐，皇后娘娘都死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太子殿下早就知道我们来是别有用心了。二殿下将我救出来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报答他。再说，走了也无处可去。让你自己在这留着吧，我可不奉陪。哼，真是倒霉，沾上这么多差事，还不如留在宫里呢。哼，无论如何都要报仇。婉婉，是你吗？是我。我就知道你不是寻常的丫鬟，说，到底是谁？我是被你陷害惨死的岳家大小姐，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动手吧！听说了吗？昨天那个叫夜婉的侍女被抱进了太子殿下房间，一晚上都没出来。可不是嘛，昨日太子妃刚被平南王囚禁，晚上她就爬上了殿下的床，该不会这太子妃真要换人了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不过我听说这夜婉和殿下从前的心上人长相极其相似，说不定……太子妃，好你个上官熙，就这么迫不及待把人领上床？这太子妃我还不稀罕当了！哼！你烦不烦？你别动！殿下，怎么了？那次可招了？不是，是太子妃，她怎么了？她答应平南王了，现在正在去赴会的路上。殿下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他能想开就好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查清这个刺客背后的阴谋。王妃，你想通了，你真的愿意跟我回北疆？王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是你认错了人，也许我根本不是你的王妃。不可能，你手上的那块玉是岳家世代守护的至宝，我绝不会认错。那如果我说那块玉根本不是我的？什么？3年前我在街上流浪乞讨，意外被侯府捡回，在那之前我没有任何记忆，这块玉也不知道从何而来。你说上官熙害得岳家满门惨死，那你怎么能坚信岳婉还活着呢？因为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抛开别的，你看看我这张脸，你还能坚定地说我就是岳婉吗？上官离能找出与我容貌相似的女子来挑拨我和上官熙的关系，那你怎么能确定我这张脸不是挑起大黎与北疆斗争的阴谋呢？婉婉，我知道你还放不下上官熙，这样，如果你不忍心，我可以放过他，但是你必须得跟我走。这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你当了太子妃不够，还要勾引平南王，凭什么？明明我才是侯府的大小姐，却处处都要输你一头。只要你杀了他，就不会有人跟你抢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要把握好。哼。对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哎呀，王爷，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若你把我当朋友，我愿意同你去北疆游历一番；若你执意认定我是你王妃，是我不能奉陪。是为什么呀？你就那么喜欢那个上官熙？我对天发誓，他对你绝对不是真心的，肯定另有所图啊！哎呀，你咋那么烦人呢？我喜不喜欢他的，关键我不喜欢你啊！告辞。邓信。你敢行刺平南王，那可是诛九族的死罪。平南王和太子妃私下苟且，有辱大黎，理应当诛。我看你就是嫉妒王妃，没想到你长得不怎么样，心肠倒是挺狠。放箭，杀了他们！邓信，给我继续放箭！你怎么来了？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。给我起来，继续！
你刚不挺嚣张的吗？继续啊！我跟你拼了！既然学不会行礼，那我就好好教教你，也算给你点教训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我总觉得我好像忘了什么事儿。王妃，等等我呀！要不你看他……不用管，自会有人处理。他毕竟也是为了我见我才……我改主意了。什么？他护不好你，我不会让你去北疆。太子的心思还真让人捉摸不定，万一过了一会儿要把我送给哪个王爷呢？不会的。呀，哎，奉太子殿下之命，护送王爷回府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过来搭把手啊？让本王一个人站起来，让开，让开！要找我的王妃，王妃！殿下，殿下，那刺客还是不肯招，您看要不用一些特殊手段？刺客？哪来的刺客？就是夜晚。夜晚不是上官离送来爬床的吗？怎么又成刺客了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上官熙要杀要管西天尊便，我已经说了，你我灭族之仇不共戴天，要杀你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灭族之仇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他说他是北疆的公主，月婉。你说你是月婉，怎么证明？我何须向你们证明？上官熙背弃岳家，害我全族。无需同他多费口舌。上官离既然能把他送进来，那就肯定安排好了所有背景。那岳氏有一件重要的信物，你死里逃生时可有带在身上？行了，我看也问不出什么，走吧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利用物理。上官离能找他来，就说明不是挑拨那么简单。那天从宫中回来，就觉得他要有所行动，所以我就直接把他抓了。你为什么相信他不是月婉？月婉已经死了，我亲眼见过他的尸首，所以他不是月婉。就不可能是脱身之计吗？当年你一败，不也是上官离做局吗？就不可能是上官离留下他，以待来日。比如说，就像今天再次对你出手呢？就算有这种可能，他也不是月婉。啊，你跟月婉到底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这么笃定月婉不会杀你？他不是不会杀我，他说不出这样的话，他也不屑于做这种虚与委蛇的事情。如果他是月婉，他会直接提着剑，在某处挡着我，然后一剑把我杀了。哼，我有办法弄清楚他是真是假。王妃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的。虽然你上次走得很快，你回来也没找我，但是这次你接我就……行了，再多说一句废话就把你轰出去。这是前日来行刺的刺客，他说他是月婉，来找上官熙报仇的。想找太子报仇不是人之常情吗？他说他冒充你。我……哎，冷静点，忘了我昨日跟你说的话吗？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动他的。既然他说他是月婉，那你又跟月婉有婚约，随便问他几个问题，不就知道他是真是假了？喂，看着我！怎么会？怎么了？怎么会如此之像？这张脸被动过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北疆公主。你说他这张脸被人动过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能确认？他这张脸是15岁的婉婉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婉婉不会还是这副容貌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太子府，姑仔很奇怪吗？哎，行了，已经确定了他是假的，可是他怎么会认定自己是月婉呢？而且月婉15岁的时候应该在北疆，上官离又是怎么认识他的？我就是月婉。内江一战，上官熙背叛我祖父，是我祖父背上通敌叛国的骂名，我岳家满门抄斩。北疆一事之前，你又是如何认识上官熙的？认识？从我记事以来，他就是我的仇人。
王妃，这下你相信我了吧？我对你……行走了，回去了。疼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一个太子妃连上床睡觉都不行了？那我走。我以为你还在生气。我是还在生气，要不是给你有火玉，我才懒得来呢。那就感谢太子妃不计前嫌。如果月婉出现在你面前，你认不认得出她？我从未看清过她的样貌，前几次见过都是以红纱覆面。如果没有北疆的事情，你会和她在一起吗？我就好奇问问，你这样说算了。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很在意她的样子。那确实是因为我在意过。总是一身红衣，扬着马鞭从山谷上冲下来。北疆和大黎的风俗不同，公主也是有继承权，所以她总是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，冲到我的军帐前，叫我出来聊聊北疆和大黎的盟约该如何签订。北疆的公主有继承权，那他们说你和月老将军的约定是他所当的。盟约对两国都好，我没有理由拒绝，只是我没有想到。原来如此。我与他是惺惺相惜之情，他是谁不重要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太子妃，是我唯一心仪之人。殿下有急报。我去处理一下，你先睡吧。燕卫池是不是月婉不重要，你就是个穿越来的，他们打打杀杀也跟你没关系，就好好的抱好上官熙的大腿，畅享荣华富贵就好。怎么回事吗？哪有人穿越还戴马甲的呀？我只想好好搞个男人，不搞事业。与其发疯内耗自己，不如发疯让别人头疼。北疆一战必须要打，可朝野上下都是诸侯，殿下如果现在提出开战，恐怕会遭到强烈反对。您好不容易复位，陆羽之并不是来漂泊，此前他已有心思与上官离结盟，这次又提出要迎娶太子妃，若是再退，北疆只会得寸进尺。他与太子妃关系暧昧，正好以此脱颖，以他为人质，逼北疆摆正态度。他在北疆的势力不小，若是能够不战而胜，自然最好。谁？6年前北疆一战，岳家遭难，我军亦损失惨重。上官离布下此局，图的就是我与岳家两败俱伤。相对的，他与北疆皇室双双得利。您是说二皇子勾结北疆？不错，当时岳婉私信和他，说明他对皇位冷操盛。岳家遭难，北疆的皇子、公主自然有了议政之力。上来。封妃大典的事先暂停，如果计划顺利，对他会有影响。是。他人呢？早些时候，太子妃被传召入宫了，他没跟您说吗？哦，殿下，不好了，北疆进攻了！燕卫池，你可知罪？还请陛下明示。平南王为了你，竟真的敢与大黎开战。昨日夜里，北疆七夕连下3场。燕卫池，朕还真的小瞧了你。怎么不说话？无话可说，但凭陛下处置。处置你，还要为你备下厚礼，将你送给平南王，你就不必回太子府了。赶快回去准备吧。是。没想到还是没能嫁给上官熙，还要嫁去北疆。没错，太子妃。哦不，燕大小姐。现在是不是后悔选择了上官熙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和亲的事情事关重大，上官熙不必出手，所以父皇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我。哼。
皇嫂，你好香啊，可惜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不如离我远一点，否则我用它戳穿你的喉咙。这么烈的性子，不愧是北疆王妃月婉。什么？我说你是月婉，所以陆玉之才会不顾一切的要将你带回去。我不是一个死人，被你们当做斗争的工具争来争去，真恶心。你不是月婉，怎么会月氏的武功啊？你说什么？当年虽然月婉以面具示人，但是你刚才的招式和他从我手中逃脱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当年是我从上官熙的追杀中将你救出，可是你不相信上官熙背叛了我，所以奋力的从我手中逃脱。没想到你竟然失忆了，还落入到了侯府。上官熙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明明他已经败了。那是他的报应，也只有你这种傻姑娘才会相信他这假仁假义的说辞。当年上官熙想不战而胜，没想到一朝败露，引得北疆大怒，所以才起兵攻城。那你为何之前不揭穿我的身份？你比15岁的时候漂亮了好多，一开始我差点没认出来。今日上官熙已经取消了封妃大典，也就是说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上官熙都没有想过娶你。殿下，那边正在商议国事，你不能进去。闪开！殿下，殿下！父皇，太子妃呢？您把她怎么样了？注意你的言辞，燕微池已经是北疆的王妃了，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您为什么不同我商量？放肆！这是国事，燕微池是为了大离和亲，无需跟你商量。北疆早有不臣之心，求娶王妃只是借口。如若把太子妃送出去，他们还是不肯退兵的。太子殿下冷静，北疆既然提出这个条件，我们满足，他们自会退兵。前妻一生共社稷，不知何处用将军。我明明能胜，为何要受如此屈辱？太子殿下败过北疆，你怎么知道这一次不败呢？真到那个时候受屈辱的，就不是一个王妃了，知道吗？军中突发瘟疫，大军坚持不了多久了。速传二皇子送燕微池去北疆和亲。父皇不可！大胆！敢拿20万将士的命做赌注吗？战役已决，退朝。太子妃已然在前往北疆的路上，此去凶险，诸位可愿随我一战？誓死追随殿下。好，干！启程！就在前面，我先去拦住，其他人稍后赶上。驾！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孤来接孤的太子妃回府，都让开！孤不想伤害无辜。你是太子殿下，不行，教主是北疆王妃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带走。皇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兄，悬崖勒马为时不晚，念你我兄弟一场。若今日你滚回去做你的缩头乌龟，我可以放你们一条活路。不可能。好啊，那你就别怪我。皇兄，上次让你逃了，这次可不会了。你在这等着我。没错，今日此地将是你的埋骨之地。私自出兵，意图谋反，这就是史书对你的记载。到现在你还认为没有我，你就能坐上太子之位吗？为什么不呢？皇兄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失控了。为了敲打你，他只能选择我，而我不会再给你逃脱的机会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别紧张，他只是睡着了。若他能顺利到达北疆，自然无事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不要把他牵扯进来。
当时害我母后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这些？现在说这些话，晚了！杀！你以为区区寒骨就能摧毁我吗？之前留你一命，对你太仁慈了。今日我们就此做个了断。不要！皇兄，你不是很想杀了我吗？来呀！为了一个女人，至于吗？况且你知道她就是月婉，你也利用过她，现在在这装深情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是不是一直在找她？还有，你是不是也怀疑过她为什么跟月婉长得这么像？因为一切都是我做的呀！这个女人三番五次坏我好事，今日死了也是活该。皇兄，今日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。魏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轿子里吗？二殿下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就知道你阴暗冷血，不择手段，谎话连篇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相信你？蠢货！他已经知道你就是月婉，不信你自己问问他。我谎话连篇，他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况且你别忘了，他才是你真正的敌人。你早就知道了。抱歉，怪我没有早点跟你讲清楚。所以上官离说的都是真的了？不是，我发誓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岳家的事。一派胡！你话可真多。你既已取消了封妃大典，又为何要来追花轿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嫁去北疆。陆于之护不住你。那太子殿下，你也护不住啊。我刚刚想明白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既是北疆的公主，那我无需嫁给任何人，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啊。你是说你我的恩义就此了断？上官熙，你无需兑现你的诺言。本皇子与你的交易依旧生效，你助我夺得太子之位，我助你拿下北疆之主，如何？不可见得！上官离早就与北疆友好交流，这还要感谢皇兄你呀。若不是你，我能得到北疆的支持吗？我真的没有做过。北疆与大黎既已开战，便没有回头的余地。二殿下既然与我北疆素来交好，那么正好陪我回北疆军中，助我掌权吧。本皇子与你回北疆军营，恐有不妥。哼，若公主真有联盟之意，不如这样，等我杀了上官熙，夺了太子之位，我们依旧可以友好交流。哼，看来你们也没什么诚意嘛。那你们慢慢争太子吧，恕不奉陪了。我可放弃太子之位，只要北疆退兵，不要再有战火了。哼，那我就先杀了你。你说你是月婉公主，怎么证明？你们不认得我，总认得这块玉吧？参见公主。你们认得倒是快，就算你们承认了我的身份，可岳家是叛贼。岳家不是叛贼，我们相信你和岳将军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你和岳将军一心为国，盯上了大黎太子搞的鬼，害了将军一家。我们此次出征，也是为了讨回当日之仇。你们此次进攻听谁指挥？陆于之吗？不，王爷已经好久没有音讯了，我们只接收到了兵符，我们怀疑王爷被大黎给扣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大黎军中的瘟疫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我们真不知道，兴许是老天爷在帮我们。我看分明是有人想故技重施，要害你们。啊，害我们？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计划听我指挥。把这个倒入大黎军帐的水中。公主是要再加以保毒？是救人，快去。是。爸，公主，你带回来的那个人醒了。那我就先杀了你。哼。
原来不是梦啊！终于不烧了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不是。嗯？你怎么没有杀我？杀了你？我好不容易把你从一个病秧子养成了正常人，杀了你，我没事闲的吗？你不是说什么？说杀了你是吗？我改主意了，杀了你太便宜你了。猜到这是哪儿了吗？这是北疆军帐。没错，所以太子殿下，你可不要乱跑，外面可都是想要你命的人。你不也是吗？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你当初就该一起杀了我。上官熙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其实陆虞之早就跟我说了，我就是月婉，但是我一直没信，因为我是穿越来的。穿越？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我并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，而是我在我的世界意外死了，所以穿到了你们这个世界的燕卫池身上。那，你不是月婉？问题就出在这儿。一开始我以为我不是，所以这些跟我没关系，我可以不参与进来的。但是有一天我握着火玉，想起来了一切。什么一切？我并非是穿越者，而是上官离当初囚禁我的时候我濒死，意外有了现代一些记忆。后来我去查了月婉的一些资料，她善针善毒，再加上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出一些月式的武功，所以我更加确定我并非穿越者，我就是月婉。上官离还提出跟我谈什么合作，把我送回到北疆军中恢复身份，再助他入主东宫。但是我一猜吧，你这个傻子就会去带着兵追我，所以我压根就没有上花轿，放了块猪肉。你知道了以前的岳家的事，你也愿意相信我吗？我不相信你，我救你干嘛？上官熙，别人怎么说不重要，我只知道我认识的上官熙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爱的人更不会做那样的事。尉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爱我。殿下，好消息！什么事儿？据说的瘟疫解了，就在早上，得了瘟疫的士兵都有了好转，也不发烧了，真是天佑我大礼呀！解了？查出来什么原因了吗？好像是喝了今早打的水才好的。水？这瘟疫是我亲自送出去的，难道是他？一定是他！上次跟我翻脸又解了瘟疫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殿下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北疆那边什么情况？什么都没有，都安静好几日了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幺蛾子。既然瘟疫已解，传令下去，重整军队，3日后突袭。是。来，喝。公主，仗还没打呢，你们怎么就庆祝上了？有银子，打赢那是肯定的，吃吧。是啊。那正好，你们都在。上官熙，出来吧。上官熙，他就是害了岳将军一家的狗太子，杀了他，给岳将军报仇。对，杀了他。退下！我知道你们对岳家当年被害一事心中有恨，我也一样。但是你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恨谁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背着狗太子蒙骗吗？我现在可以很坚定地告诉你们，当年的事并非你们知道的那样。或许你们也该听听别的解释。当年我明明有能力去阻止一场灾难，可依然连累了很多人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大理同北疆能结成同盟，是我内心想看到的。可正是因为有人不想看到这种同盟，才从中阻挠，陷害了岳将军。而我身中蛊毒，兵败北疆，进退不得。你别卖惨！你害死了岳将军，打了败仗是你的报应。我思虑不周，我是有错，但请诸位好好想一想，在此局之中，受益最大的是谁？我也身为太子，又何必有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？诸位，我知道你们恨我，你们可以杀了我，但是杀了我，也不能为岳将军平反，反而会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将此事定死。没错，你们若只顾一时泄愤，便是被别人当刀子。
公主，就算他说的是真的，但若不是他当年横插一脚，国子为之非你莫属，也不会让他人钻了空子。若他再错了，咱们就真的没法翻身了呀，公主。我知道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为你夺得皇位，为岳家平反，我万死不辞。回禀殿下，大理军帐内的骚动平息了。他们有什么动作吗？探子回报说，他们昨日好像在庆祝公主回归，所以……荒唐！如此荒唐的事情，查了一夜。北疆防卫严密，所以多花了点时间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啊！殿下息怒，属下回去一定好好教训。这样的军队如何打得赢北疆？殿下有何指示？传信去北疆，若不想被夺权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是。爸，公主，王公密令。宫中急令，就这脑子，喂猪都不乐意吃。本将命令现在撤，这信来的真是时候。是啊，他们拿着兵符就想进宫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现在来。看来上官离还真是急了，想绕过我，直接动手。上官离与北疆皇室早有勾结，是进是退，他都有理。你现在的身份，如果让北疆皇室知道，怕是情况很不利。哼。攻也是错，退也是错，那就没什么好纠结的，动手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军粮被烧了！怎么回事？方才有人偷袭，我们的军粮全被烧了。我不是吩咐下去了吗？要严加戒备，你们都是白痴吗？二殿下，有你这样的将领，他们蠢一些，不是情有可原的吗？二殿下说话不算数啊！不是说要与我结盟，助我回北疆立威，我再助你夺回太子之位，怎么背后玩阴的，逼我退兵呢？你这……忘记介绍了，我是北疆公主月婉。月婉，那个一战成名的北疆女战神，她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？她刚才说与二皇子同盟，二皇子勾结北疆。月婉，你当年假死隐藏身份，进入侯府，原来为的是今天。我本以为你还有点太子妃之德，想跟你……行了，二皇子，别在这跟我狡辩，我今天就问你一句，你降还是不降？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代表北疆，北疆王不止你一个。哼，你是说陆于之吗？就算你跟他联手，一样没有胜算。那你现在也可以喊他出来，我正好问问他，看能不能劝得降他呀。好呀。放手！王妃，别管我，快走！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你自己说说。是我大爷，我听闻可以将你迎娶回北疆，我一时放松，被他囚禁了，兵符也被他拿走了，是我没用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别这么悲观，反正你已经杀了上官熙，左右着太子之位，就无人能争。你我之间的交易依旧生效。你们如果现在退兵，我可以放过你们，从此以后大理与北疆永不再犯。嘿，你做梦！王妃，你别听他的，当年就是他在背后搞的鬼，害死了岳氏满门，我誓死也不跟你和解。真的很吵，这么想死，我成全你。住手！他是平南王，你杀了他，北疆一样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平南王又如何？北疆王室早已经知道他有儿媳，他一心只想着给岳家平反。我若杀了他，北疆内人还要感谢我。退还是不退？动手！婉婉，动手！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我还以为你有多狠心，差一点就对你钦佩了。让你钦佩，那真是太令人恶心。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，杀了他们！上官熙，你好了没有？啊！兵符在此。贱人，你敢骗我？骗你怎么了？就允许你鬼话连篇吗？
兵符在此。二皇子上官离与北疆勾结，意图谋反。现在全军听我号令，所有人放下武器，再有反抗者，杀无赦。蠢货，都是蠢货！如此懦弱，毫无血性，毫无正气。大理有你们这群人，还是真的完了。从古至今，战争都不是到万不得已不应该之事。若有战，无数将士，无数百姓惨死；若是天下太平，又有谁愿意以命活之？你赢了，当然可以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。我若是要争，必会战。战争不是满足你一己私欲的工具。上官离，就算没有上官熙，你也不可能当太子，更不可能是天下之主，因为你眼里根本就没有天下。天下并非是你一人之天下，而是天下人之天下。上官离，跟我回京领罪，父皇或许会网开一面。不，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。参见父皇。私自领兵，你可知罪？儿臣知罪，愿受一切惩罚。但儿臣实不能眼睁睁看着太子妃被送去北疆，更不能看着上官离毁了大理。一派胡言！二殿下是受命送驾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往他身上泼脏水。上官熙呀，上官熙，你为一己私情，违抗皇命，污蔑手足，该当何罪？你弟弟呢？他怎么没回来？在这儿。你把二皇子怎么了？你这是！上官离故意在军中下毒，勾结北疆，意图篡位。在事情败露之后，得知儿臣就要押他回京接受审判。他不从，在军中自缢。不可能！哎呀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不仅如此，北疆进攻边城也是他一手策划。他囚禁平南王，盗取兵符，下令攻打边城，只待来日，他挂帅领兵，便可轻而易举地收服这独揽军功。可因此事丧生的将士、百姓，他全然不顾，直至临死，也从未反悔。朕知道了，你起来吧。朕决定3月之后传位于太子上官熙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希儿，朕老了，这天下以后都是你的天下了。你做得很好，比朕做得好。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望，但儿臣还有一事，想请父皇恩准。来，陆玉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皇上，岳家当年通敌一案我已查清，三公主当年下落不明，只是被大黎皇子掠走囚禁。现如今公主已经找到，请王上为岳家平反。放肆！你在教我做事吗？岳家余孽还敢堂而皇之的回来？陆于之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？岳婉早就死了，你要是不想跟我成婚，也没必要找一个冒牌货回来吧。姐姐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是不是冒牌货呢？你放开！姐姐，想要国子之位，你早说呀！背后耍阴招，害我，害岳家满门，民心收不回来，这滋味是不是很难受啊？要不要我帮帮你？放开我！父皇，姐姐勾结大黎二皇子，残害忠良，破坏盟约，所有的一切我都有证据。你准备如何处置？来人，把这2个余孽给我拉出去砍了！两国国主成婚，这可是前所未见啊！是啊，北疆和大黎争了这么多年，谁成想到最后竟然和解了？是啊。
朕宣布，即日起，北疆与大理签订100年友好盟约，互不侵犯领土，互通贸易，共享繁荣盛世。好，好，好。陛下，可愿与我北疆共结秦晋之好？求之不得。